好，我是那个大叔，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看到这可怕的大轮子，没错，今天使用的是鼠人。那我们快速介绍一下领主艾基特克劳。那使用它呢，主要是用了这个大轮子。那法术呢，带了这个死亡狂暴，可以提升一些武器威力，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减少对方的护甲30%，这样子在攻击的时候会更加的快速。那这边呢，就其他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的东西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魔法弹，可以使用2次。不知道这一场好像没有使用到，好像没有机会使用到。那我们这边呢，还有其他的单位。这次主要玩的就是飙车流啦，就是一大堆的轮子啊。那首先这边是末日剥皮机精英版本，这边的名字有看到，矮人玩意煞星，就是专门去针对矮人啊。如果对手是矮人的话，用这个会非常好，因为毕竟这边有看到一下，它这边有减少对方护甲，减少30%。矮人绝大多数都是高护甲的，所以用这个打他没有错。然后本身又是破甲，再加上有反步兵，真的是非常的针对矮人啊。那这个话是普通版本的末日剥皮机，那也是有着破甲反步兵的能力，然后再加上其实移动速度也都不算慢，所以矮人要追也都比较困难。好的，这边也是有一个厄运巨人精英版本。那它这个话有远程攻击的能力，不过60真的范围不是到很远，但是它远程的攻击也是带破甲，所以其实打矮人也算是可以。那既然这么多反步兵单位，我们这边的步兵当然都是要反大型的啊。这边的4族战术全部都是拿长矛的，主要就是用来反大。那还有3队的风暴骇鼠，然后1队是精英版本，主要这边就是针对反大型的，然后还有带1队机枪老鼠，还是要具备一点远程攻击能力啊，要不然可能就比较麻烦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对手，歼旗，没错啦，看到这一只大鸟。我们现在看一下领主的部分。因为它不能全部使用歼旗系法术，它是自己的法术，所以带了歼旗蓝焰，然后朦胧针摆跟火风暴。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粉焰，朦胧针摆我感觉用起来没有那么的顺手，它的范围的关系，我个人用起来没有到很顺手。那用它的话，还有第一个它是飞行领主，第二它其实它会有带有惊骇的能力，打那种有惊骇的话，打鼠人会比较轻松一点。正常来讲啦，毕竟鼠人回线的时候士气都比较低，会比较遇到这种单体巨兽会比较痛苦。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漩涡兽啦，其实坦白讲，我这个用没几次，而且样子真的蛮恐怖的，感觉没有点啦。那漩涡兽精英版本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万变漩涡啦，它是一个连锁咒术，它是会给一定范围内的敌人持续伤害，然后持续7秒钟，每秒最少62滴血这样子，然后射程是200，算蛮远的。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兵种，这边呢有许多歼旗蓝妖，蓝妖就是弹药数量很少，然后打一波爆发。不过这边有1队是精英版本，精英版本的弹药量有16发，其实跟粉妖差不多，粉妖是20发，那它有16发，其实不会差到太多。然后这边呢还有反大型的歼旗神选长戟版本，这就是歼旗的配置组合。我们来开始进入战斗吧。
那刚开始呢，双方都是没有炮兵的，所以要花一点时间做接触。那我们这边呢，有这些战车单位可以慢慢的切过来。那我们这边要小心，就是不要去撞对方的长骑兵，其他都可以打啦。应该说蓝腰、粉腰都可以撞。至于这个漩涡兽，最好也是不要，因为这边的轮子战车基本上都是反步兵啊，没有反大型的能力，打它要花掉太多时间。好，对方把阵型稍微拉开了一点，等等接触的时候，他应该会先丢第一波攻击啊，毕竟前面有一批的蓝腰。蓝腰非常适合，就是打完一次爆发，然后开始粘上去，然后后面步兵可能就开始粘住，或者是后面的本腰就开始持续攻击。好，这边有一个朦胧钟摆，其实要砍战车单位这样直接放，真的不太可能啊。他拉了一队神选者长戟跟。这一队的是蓝腰，不知道是不是要过来。这边这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跟对方在做拉扯，就对了。好，我们看一下蓝腰一次爆发下去，其实僵尸都很多东西都没打到。好，双方一个冲锋，这个画面。好，看一下漩涡兽，刚刚一直冲下去，哇！连他们的领主都冲下来打人哦，这样子正面压力会很大。这样我方老鼠正面压力很大，很多都冲锋一下过后就被吓跑了哦。太靠近那两个单体巨兽都会被吓跑。好，我们这边轮子战车们赶快时间粘上来抓对方的本腰哦，毕竟对方的本腰是精英版本，而且他在后方输出一定要想办法先解决，不可以让他过那么快。然后这边的也是被对方的领主打，要尽可能的赶快先把那个本腰解决到一定程度，然后就跑走，尽量不要去打对方的单体巨兽，不好打。因为你只靠这种战车单位去撞它，其实撞太下去。这边是把领主拉过来，尽可能的去跟对方去做消磨，而且有上个法术。好，我们看一下。哇，这个朦胧钟摆，其实基本上都是砍到自己居多，因为战车单位的每个模组血量都不会太少，所以其实朦胧钟摆砍下去伤害有限。好了，把对方的本腰处理完过后，就开始散掉了，就开始要撞对方的屁股了，尽可能的去做夹击。我们看一下，只要单位。通常来讲，绝大多数的单位只要被打屁股、被背袭的话，会非常难过，会很痛。好，我们这边赶快先撞了就跑。这边就是刚刚就是先撞就跑，我们现在要先撞对方长戟。其实长戟兵也是一样啊，哪怕你是战车或是大型单位，我们只要是撞他屁股，他都会很难过，因为他们是正面受敌，但是他屁股基本上是没什么防备能力的。所以只要用夹的话，其实要夹掉他们也是可以。好，我们这边机枪不断的去射击对方的单体巨兽，或者是领主。他们体积大，其实命中率也会相对性会提高很多，会比较好命中。好，他们的领主应用算不错啦，就是不断的在步兵群里面穿梭，撞一下撞一下撞一下。然后对方的漩涡兽又冲着出来，跟搭配着领主一起出来哦。现在已经算是比较中盘的，接近尾声的时候。虽然说蜀人可以回线，但是回线的士气都很低，遇到这两只其实会非常难过。好，我们这边尽可能的用那个机枪老鼠在扫射。要想办法先把对方先射掉，他来抓厄运大轮子啊！不过对方的血量也非常的不健康。好，
收掉了。那对方剩下领主跳下来抓这个氏族战属，不过他血量也所剩无几了，现在会非常难过。好，氏族战属在更正，机枪鼠少射一轮，然后再加上领主的远程攻击，把对方领主带走。领主带走其实就结束了。像这种战车单位或者是骑兵啊，这种机动单位，如果你真的要撞这种对方这种长戟兵，真的是要打屁股，要背袭，不要想着跟他正面硬打，就是找一些比较低价廉价的东西去牵制他，抓住他过后，立刻绕后直接打他。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把对方的这些反大型单位给解决掉。然后他的领主其实跟这个单体巨兽其实用的算不错啦，领主都有下来都有做事。我觉得不像我，因为像这种飞行领主，我通常来讲我会比较喜欢在空中，然后存那些魔法之风，然后看状况丢法术下来。我比较不太喜欢下来跟人家打。因为我觉得歼旗的领主真的很不耐打，歼旗领主通常被打个几下，感觉就快要蒸发了。我不太喜欢会这样子跳下来打架，我个人的习惯。那拦腰部分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啊，那个弹药丢一波，尽可能丢完，然后就是贴上去阻止对方的前进，然后后面就是像是靠粉妖或者是靠单体巨兽，在对方里面的步步英里面穿梭。其实这样是还是可以打的，因为像这边老鼠基本上氏族战属理论上讲应该会很容易被这两只单体巨兽给吓跑，很容易会吃到惊骇。那主要目标可能就是像是机枪老鼠或者是风暴害鼠这几个会比较难处理啊。那剩下这几个其实比这几个战车单位其实不用那么怕他们。这个单体巨兽有保留好啊，其实这几个是不用到太害怕。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了。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